娱乐至死，金钱至上，一日一更的圈妹又来了。喜欢了他24年，时隔1年，终于等到回归。怎么还有脸复出，有脸开演唱会？前段时间，王力宏宣布回归，并在拉斯维加斯举办了演唱会。原来他销声匿迹的这1年，是在整装自己，重新出发。开演唱会前，就有王力宏胜诉的消息传出，所以喜欢他的粉丝都在为他喊冤。但网上更多的还是抵制他复出的人。网友认为他如今的下场都是咎由自取。时隔1年，你们还记得王力宏当初为什么塌房吗？2021年12月15日，王力宏在社交平台正式宣布离婚。12月17日，李亮雷就在微博发了一篇长达5000字的小作文，控诉了王力宏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内容劲爆程度完全不亚于吴某、罗某和李某。冷暴力、婚内出轨、私生活混乱、招妓，大众心目中的音乐才子一夜之间跌下神坛。总结几点：在李亮雷16岁还未成年时，26岁的王力宏就跟他搞暧昧。两人发生关系后，王力宏说不谈感情。王力宏跟女友在一起时，打电话让他去陪睡。婚后的王力宏有多个炮友，5年生3娃，还被逼迫离婚，不离婚就冷暴力、言语羞辱。这些只是摘取了小作文控诉的一小部分，更恶心的事情还有很多。丑闻曝光后，王力宏的代言品牌纷纷解约，刚官宣的英菲尼迪也是火速终止了合作关系。混圈这么多年，王力宏明确知道自己的事业受到了重创，他必须挽回自己的形象。一开始他还发文澄清，说自己没有对婚姻不忠，还说自己结婚5年来一直受到李亮雷的威胁和欺骗，每天都处在煎熬之中，称呼也从李亮雷变成了西村美智子。有网友怀疑他想用大家的爱国情怀来反击李亮雷。李亮雷能手撕王力宏，绝对是做好了万全之策。对王力宏所有的攻击，他都毫不慌张的反击。可王力宏对李亮雷的质问，却永远给不了正面的回复。两个人的家事慢慢演变成了娱乐圈的大瓜，还牵扯出了更多。第一个下场的是王力宏的老父亲，80多岁，本是享天伦之乐的年纪，却被逼无奈出来为儿子撑腰。还有 BY2 的成员被扒出插足过王力宏的婚姻，虽然在第一时间做了澄清，但还是被李亮雷锤得体无完肤。被王力宏坑来坑去的周杰伦也是第一时间就取关了他。据爆料说，是因为王力宏每次出去玩都是用周先生的名字。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自己作的怪不得别人，后果只能自己承担。这一次他输了，且输得彻底。王力宏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着实令人惋惜。没出事之前，他也是华语乐坛里当之无愧的天王，不管是《龙的传人》还是《大城小爱》，都是百听不厌的经典歌曲。毫不夸张，他的音乐造诣算是顶尖的，不管是作词、作曲还是编曲演唱，他都可以信手拈来，就连乐器他也是样样精通。在音乐方面，他确实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除了唱歌，他还进军了演艺圈，凭借《无问西东》，他的演技得到了肯定，还赢得了诸多的影迷。试问，有谁不爱阳光优雅的音乐才子，英俊帅气的高品质偶像呢？可粉丝的过力追捧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很多塌房的明星，大多数都是因为被吹捧得太高，导致他们忘记自己的初心和做人的根本。就像当初的顶流吴某，没有什么作品还被吹捧得这么厉害，毫不费力的就能获得大批量的粉丝，让他吃尽了流量时代的红利。轻易得到的东西总是不被好好珍惜，身居高位的他们不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反而更疯狂地挑战道德底线和法律边缘。李易峰虽然没有像吴某凡一样的下场，
但他也是亲手毁了自己的前程的罪魁祸首。有钱有名有利并不能满足一个人的野心，他们还想要更多的东西。人一旦踏入名利场，就很难再退回原地。第一次试探地往前走几步，发现没有问题，就会肆无忌惮地走下去。殊不知前方等待他的是无尽的黑暗。王力宏的事情到现在也没有弄清楚事情的根本。去年开撕后，据说两人就开始打官司，前几天才传有王力宏胜诉的小道消息传出。不管是胜诉还是败诉，此次复出就已经说明他的事业再也回不到从前。就算以前有再多的荣誉，也永远停止在了2021年的冬天。再说一下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李易峰、吴亦凡。最近有网友在后台发私信问我，李易峰的近况如何了？据已知的消息，他彻底变成素人了，近期应该是处理各种违约事宜，摊上了不少麻烦事儿。上个月有媒体报道，他被品牌方申诉冻结80万财产。因为他嫖娼一事，品牌方损失也比较严重。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前段时间网上突然传出他在泰国复出的消息，甚至说他在那边下海拍腐片，出演的剧叫做《离开内娱，我当了国王》。该作品改编自知名的作家查奥斯，甚至还放出了他的定妆照。消息就开始疯传，不少吃瓜博主透露，泰国那边确实请了李易峰去拍戏，他都在看剧本了。这消息一看就很假呀！泰国的确盛产腐剧，但看看他们的剧，请的男主角都是很年轻的小伙子。李某峰这年纪了，怕是演不了了吧？重点是他在国外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吃香。问题是爆料中所谓的定妆照，只是他以前拍的一个广告图，拿过来挪用了。此外，还有消息指他要去泰国和泰国公主结婚了，这也很扯。泰国公主应该不认识他吧？语言也不通，干嘛要找他呀？这两条消息都跟泰国有关。那么问题来了，他要是真的娶了泰国公主，怎么可能去拍腐剧？连在一起就是这两条消息都是假的。真不知道是哪个小机灵鬼脑洞大开，编了这种消息出来。他现在纯素人，处理自己各种违约赔款事情都忙不过来，哪还有心情出去干活呀？而且他在国内已经完全是被封杀的状态了，往后基本不可能出现在内娱了，已经是劣迹艺人了。让人比较吃惊的是，都这样了，他还有粉丝，直到现在还有人在艾特他，而他的账号早就被炸没了。认清楚状况，说他去泰国拔榴莲树都比娶泰国公主靠谱。再看看吴亦凡，2002年11月底，吴亦凡因强奸和聚众淫乱的罪行被判了13年有期徒刑，服刑后驱逐出境。由于他涉及到性犯罪，回到加拿大后还可能被加拿大进行化学阉割，抑制住他的性冲动。那么吴亦凡的13年劳改生活大概会是什么样子？一句话，由于他是加拿大国籍，属于外籍犯，他的监狱生活会和一般中国籍的犯罪分子不太一样。而且如果他好好配合改造，认罪伏法，还会在合理范围内受到一定的优待。吴亦凡被宣判后，会从犯罪嫌疑人变成罪犯，变成需要改造的对象。那么他会在哪个监狱进行改造呢？可以肯定的是，他会和其他外籍犯罪分子在一起服刑。我们国家有专门关押外国人的监狱，或者有监狱专门设置了关押外籍人士的监区。根据有关人士分析，吴亦凡大概率会被关押在位于河北省的三河市燕城监狱外国籍罪犯监区。吴亦凡由于是加拿大人，会和其他外籍罪犯一起集中关押。外国人属于特殊的关押对象，他的生活条件会比一般的中国罪犯好一些。牢房只有4个人，并且每天的劳改时间会少于中国罪犯。考虑到吴亦凡母语是汉语，
英语水平接近母语，而且他还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又当过明星，见过大世面。如果他监狱里面表现良好，认罪伏法，他还可能充当翻译的角色，负责中国狱警和外籍罪犯之间比较复杂的沟通。他会受到一定的优待。当然，如果他在监狱里面还执迷不悟，认不清形势，端起以前的臭架子，这里有各种手段可以分分秒秒收拾他。由于圈妹也没有经验，所以从收集的资料和他人述说自己坐牢经历，大概想象一下吴亦凡的监狱生活，就是从日常的吃喝拉撒开始说起。一、睡觉比一般监狱条件好，半军事化的管理有非常严格的作息时间，睡懒觉是绝对不允许的。每天晚上不到10点就会熄灯睡觉，6点就要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其实挺健康的，就不知道习惯夜生活的吴亦凡刚进监狱习惯不？监狱宿舍的内务也是平时考核的一部分，就像军队一样。吴亦凡经过改造，肯定叠被子比我们普通人叠得更好。如果他有强迫症，他会很喜欢监狱的生活，因为在这里连漱口杯也不能随便乱摆。而当年柯震东在看守所所遇的蹲式马桶，估计吴亦凡也不会遇到。由于关押的都是外国人，估计考虑外国人的习惯，还是安装了马桶。不过有没有门就不知道了。犯罪分子在这里是被惩罚和改造的，监狱毕竟不是学校，是国家的暴力机器，专门剥夺人的尊严。2、吃饭，吃饱和保证基本营养是可以的，吃好是不可能的。首先，在监狱吃饭是不给钱的，是国家给你掏饭钱。不过由于是罪犯，让你吃好是不可能的。当然，外籍罪犯监狱伙食要比一般监狱还好一些，虽然要适当优待外国罪犯，但是这毕竟是在中国犯了罪的一群人，又不是我们的祖宗。你不爱吃或者吃不惯中餐，那就自己饿着肚子。监狱里面的罪犯也可以由家属充钱，或者根据自己的表现换取积分，在规定的时间购买一些零食吃。考虑到人文关怀，一般的监狱在重大节日会对犯人进行加菜。对于外籍罪犯，监狱也会在圣诞节或者新年尊重他们的饮食习惯，为他们准备披萨、汉堡之类他们喜欢吃的食物。3、文体活动非常丰富。到了周末或者节日，监狱会组织外籍罪犯进行一些文体活动。毕竟对于外籍罪犯，劳动强度没有一般罪犯那么大，有更多时间干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合理范围内，吴亦凡如果喜欢中国传统文化，他可以在监狱学习刺绣，掌握一门兴趣爱好。吴亦凡的篮球技术不错，估计可以成为监狱犯人的篮球队的队长。吴亦凡如果对中国书法和国画感兴趣，还可以参加美术培训班。4、政治理论学习必不可少。吴亦凡估计没有怎么看过我们的新闻联播，这个也是对他进行教育的机会。他会看到新闻后10分钟的西方世界水深火热。不过在监狱改造毕竟不是在度假村里面风花雪月。据房祖名回忆他的监狱生活，最难熬的是无聊。房祖名已经无聊到养蜘蛛和蚊子打发时间。面对监狱的生活，高晓松那么喜欢说的人，最后也无聊到无话可说了。另外就是关于生理需求，监狱里面原则不干涉罪犯自己解决，但是如果你动作太大，打扰大家休息，或者公开做运动，大家觉得你是个暴露狂，也会引起他人的反感。另外关于捡肥皂的问题，这个是不可能的，因为你上厕所和洗澡都有摄像头，你是没有任何隐私的。当然如果自己愿意配合，估计狱警只会觉得你们都很变态，也不好干涉。其实这几位的事情也算是给娱乐圈一个警醒，生而为人一定要明白
义为上，德为先这句话的含义。正确的三观，遵守法律是人之根本。作为公众人物，更应该守住这份底线。刘德华之所以能火40年，是因为他的人品和三观。李雪健之所以被称为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也正是因为他的敬业和人品。最后，圈妹想说，尊重是自己争取来的，不是别人给的。想要流芳百世，必定要做好自己。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请多多订阅和关注，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内容。